感谢柳家栽培之恩。哈哈哈！柳家的大恩大德，只能来世再报了。来世？相公此言何意？今天晚上，你们都得死！为什么？大殿之上，静和公主宣布为驸马，这荣华富贵，我岂能不想？李二蛋，我柳家倾尽家产助你可考，你狼心更废，不得好死！你不得好死！今晚过后，这世上再也对于真，我纵过柳家追续。今年的新科状元长得还挺俊俏，再俊俏也不及驸马分毫啊！嘿嘿嘿，下官打听过，这人没背景，还不知道会被分到哪个穷乡僻壤当芝麻小官呢。小姐，手给我！用力啊，小姐！让我看看我的儿子，是死胎！李二蛋，好久不见。出身如此低贱，今天估计就是你人生中最风光的一天。散朝后出了这大殿以后，再见我等，你就得乖乖磕头了。状元郎，陛下驾到，宫宴开场进殿。今日面圣，是我们唯一的机会。我们今日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小姐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拖你后腿的。爹娘，我终于能给你们报仇了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，草民有奇愿，请陛下为草民做主。草民原乃青弥县柳家奴仆卿相，要状告当朝驸马李二蛋，为迎娶公主，杀妻灭门，伪造身份，欺瞒圣上。丁香，他怎么没死？大胆贱奴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你分明是想扰乱皇家宴会，对圣上不利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圣上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圣上，草民所言属实。慢着！圣上，既然状告到朕的面前，你先把案情说清楚。若是有冤情，朕自会为你做主。陛下，若因臣的小事扰乱宴会，实在不耻，不如先把他押到刑部，容后再查。等到了刑部，我便可让人悄无声息的休尸。陛下，此婢女冒死状告驸马，若没问明白，就被押下去。学生担心会让人误会陛下，袒护驸马，影响皇上圣明。这有你什么事儿？要你来多嘴？驸马
学生不过是担心死人污您清明，若能当众审清，还驸马清白，岂不比强压人入狱，事后遭人非议好吗？状元所言极是，把状纸给呈上。陛下，皇上，当朝驸马本名叫李二蛋，他早于5年前便入赘我们柳家，我们柳家全力资助他进京赶考，却不想他高中后竟为了贪图富贵，为了与公主成亲，还竟然在回乡报喜当夜谋杀岳父满门。事后他便放了一把大火，烧了整个院子，毁尸灭迹。从此以后改名换姓，娶公主当驸马。放肆！什么李二蛋？我从来没听过。我堂堂驸马秦若之，我可是参加过科举的，科举可查。你现在是在质疑大周的科举吗？驸马身份经皇家查证，怎么可能有假？既然尸骨已经烧毁，那你又有何证据证明是驸马杀人？没想到这小状元真是要帮我的，哼！算他识相，知道该巴结谁。皇上，清明县有不少人都认识李二蛋，小民请来了清明县县令还有村民，请皇上允许他们上殿，一认便知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二蛋，真是你啊！你真当上驸马了？哪来的刁民？二蛋，你还真是攀上高枝就翻脸不认人了。你之前攀过刘家，你现在都攀上公主了。禀告皇上，臣不认识这个刁民。李二蛋，骂谁刁民呢？你没进柳家门之前，你在我家蹭不少饭呢。那，这是你入赘柳家之前还给我的钱。听说你种探花了，我都没舍得用，压箱底的呢。你如何证明这钱是我的？这上面分明有柳家人的印记，这分明就是你和柳家仆人故意来陷害我的。怎么回事？就你这贱奴，敢诬告我的驸马，以卑告尊，攀咬皇亲国戚，简直找死！来人，把这贱奴拖下去，乱棍打死！公主，此案正由陛下审理。此女虽然身份低微，但若小民拼尽全力，却仍得不到说话的机会，岂不让天下人都觉得圣上不公？放肆！你算什么东西？无官无职，有什么资格在这儿说话？来人，他以下犯上，蔑视公主，把他拖下去，给我打入大牢！柳家人活着又怎样？只要敢跳出来，正好让我杀个干净。慢着，景和，此事朕自有断定，你先不要插手。父皇，皇上，我还有证据。说。这幅画是小姐和姑爷成婚那年，由姑爷亲手所画。大家看，这画像上的人，分明就是驸马。想污蔑我的人，自然知道我的长相。临来之前，把我和柳小姐的画像一起画上去，这有何难？这画可是5年前画的，难道5年前就知道会有今天吗？你怎么能证明这幅画是5年前画的？对，你又怎么证明？你若是没有证据，便说明这幅画是刻意伪造，用来陷害驸马。杨状元不愧是杨状元，果然是明察秋毫，心明眼亮。启禀大人，这画用的是特级净皮宣。陛下，特级净皮宣工艺复杂，价格昂贵，3年之前便被钦点为皇家贡品，民间禁止流通。也就是说，这幅画至少是3年前画的。3年前又怎么样？想陷害我的人，或许3年前就开始做准备了。这画上的梅花，为何有些像血迹？
皇上，我有证据可以证明，这画就是当朝驸马李二蛋亲手所画。当年李二蛋作画时，不小心被纸张划破了手指，这血便滴在了这张画上。为了补救，他以血迹为中心，画了一朵梅花。学生有一方法，可验证血迹是否为驸马的。这状元郎怎么一点眼色也没有？拍马屁都拍不对地方，真是废物！用血验证身份，无非是滴血验亲。怎么，你想用一滴5年陈血来滴血验亲吗？确实是滴血验亲。简直荒谬！用陈血来滴血验亲，在场这么多官员，有谁听说过吗？这没有听说过呀。5年前的陈血怎么可能还可以滴血认亲？这状元郎此举也不知道是想巴结驸马还是害驸马。年轻人刚进官场，还是太莽撞。我知你初入官场，想巴结上我，想要好处，就立刻给我闭嘴。陛下，学生早年曾在民间老仵作那里得到了一个验证陈血的方法。米糠水有养血净化之效，只需用米糠水将此画浸泡其中，把血液泡出来，再将驸马的血滴入，若融合的话，便可验证血液为同一人。驸马千金之躯，岂是你说滴血就能滴血的？陛下，学生愿先以身试法。这是臣命家仆从家中取出来的布料。启禀陛下，血液相融，证明衣料上的血迹确是学生的，也证明学生说的方法确实可行。既然真的可以，陛下，我看这方子新奇得很，不如让驸马试试，我们也看看新鲜。驸马，该你了。简直荒唐！你用5年前的陈年旧血，怎么可能验得出来？能与不能，驸马试试不就知道了吗？公主，公主，您真的不想知道您的驸马到底有没有娶过别的女人？去试给我看，证明他们冤枉了你，我定让他2人用性命来补偿你。去啊！驸马可就别拖延了，大家都还在等着。时机到了。这些年，柳家小姐和孩子来梦里看过你吗？你还记得他临终前抓着你的衣袖，那不甘的眼神吗？为什么？你还记得大火中柳家满门的哭嚎吗？你不得好死！你踩着柳家人的尸体享受荣华富贵，就不怕柳家的妖魔来找你索命吗？不！驸马不敢验血，是承认自己就是李二蛋，承认自己杀了柳氏满门，承认你捏造身份诓骗公主了吗？陛下，太医院方才来报，古书记载，确认陈年血迹根本没办法验证血缘。陛下，臣方才那方法确实无效。你刚刚的血液为什么能相融？因为那块布料不是臣的血迹，
而是朱砂墨。大杨清平，你以为这正大光明殿是什么地方？容你胡闹！这是欺瞒圣上，是欺君，是死罪。请求陛下，请立马处死杨清平，以正皇威。贱人，为了陷害驸马，你竟敢当众欺君！来人，给他拖出殿外，立刻斩首！还有这个刁奴，也一起拖出去，立马杖毙！陛下，臣为了查明真相，才不得不出此下策，诈一诈驸马。瞧，这不是诈出来了吗？驸马如此失态，可见他根本不敢夜袭。陛下，臣是觉得这个方法过于荒唐，所以才不想配合杨清平去验血。陛下，我还有证据可以证明，就是李二蛋下毒杀人。我们老爷和夫人的尸骨就是证据。把证据给我拿过来！陛下，这尸骨确实不对劲。3年之前，庆民县县令判定柳家人均死于失火呛烟。可若是死于呛烟，尸骨应当是正常的白色，可这只尸骨全身发黑，分明就是死于毒杀。毒杀？毒杀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陛下，李二蛋杀人放火是民女亲眼所见，奴婢发誓，我若有半句假话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发誓就能断案了？审案是要讲究证据的，无凭无据就是在诬告。更何况，谁知道这尸骨是谁的？你随便找来一具中毒的尸骨，你就说是柳家夫妇的吗？一个死里逃生的丫鬟，不好好苟活，还跑来为已经不在的主家告御状，确实蹊跷。此案一没有实证，可以证明是驸马杀人；二没有真正的柳家苦主报案。我看此案已经没有审下去的必要了。谁说没有真正的苦主？李二蛋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李二蛋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你不得好死！他真是柳千成，他居然活下来了！陛下，民女就是柳家之女柳千成，民女就是柳家苦主，求陛下明察，还臣女一个公道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是柳千成！驸马为何认为我不是？不是你们说的吗？柳千成死于大火之中。不管你是谁，敢女扮男装参加科举，这就是死罪。父皇，这个人扰乱科举，欺君罔上，请父皇立即将他拉出去出战，以正朝纲。柳千成，你还有何话说？陛下，民女全家被杀，驸马位高权重，没有衙门敢做民女的主，民女只有口中状元，才能前来陈情冤情。民女愿接受任何惩罚。现已证实，家满门确实被李二蛋所杀，求陛下明察，还臣女一个公道。陛下，他说他是柳千成，他就是柳千成吗？他连这具尸骨是不是柳家夫妇都无法证明，这分明是诬告。
陛下，民女能证实，我能证明我就是柳千成，我也能证明这2具尸骨就是我的父母。诸位请看，此乃滴骨法，只需将活人的血滴在死人的骨头上，若是渗入骨内，便证明尸骨与滴血之人是血亲。这只能证明这是你父母的尸骨，不能证明这是柳家尸骨，分明是在诬告我。敢问驸马，谁会为了诬陷挖自己父母的坟，还把尸骨带到金銮殿上？驸马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我，那我为什么来诬陷你？你我之间有什么深仇大恨，又是什么关系？陛下，驸马口口声声说不认识我，却又咬定臣女大费周章诬陷他，这分明就是在狡辩。求陛下明察，为民女做主。秦若之，你到底隐瞒什么？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还不肯说实话？清明县令，驸马到底是不是李二蛋？你若敢欺君，朕定灭你9族！问你话的，你看他做什么？回答朕！臣有罪。张县令，这孩子我就带去京城，至于他能活多久，就看你能守住秘密多久了。陛下，臣有罪。臣曾于3年前受驸马所托，修改户籍，隐瞒驸马已婚入赘的事实。驸马，他确实是李二蛋。你居然敢背叛我！陛下，李二蛋成为驸马后，将臣的儿子带入京城为人质，威胁臣说，如果要说出事实，就杀了臣子，让臣无后而终。陛下，求你救救臣的儿子吧！臣罪该万死，不该贪图小丽儿替他修改户籍呀！臣当时以为他怕自己出身低被人笑话，真的没想到他会杀了柳家全家人。陛下，大胆李二蛋，你敢杀人放火骗婚公主，你好大的胆子！陛下，臣的确是李二蛋。你竟然真的敢骗我！为了攀上公主，杀妻灭子，真是无耻！简直把读书人的风骨都丢尽了。没想到堂堂公主，最后选了这样的人当驸马，陛下，死罪当诛。臣当年是逼不得已才入赘到柳家的，没想到柳家为富不仁，我逼不得已才改名换姓，离开柳家去参加科考。我怕他报复，我和离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有回过柳家，我也再也没有见过柳家人。我对天发誓，若有虚言，天打雷劈！若有半句谎言，天打雷劈！到了这个地步，还颠倒黑白！我被迫改名换姓，就是怕被柳家人追杀。是我做的，我愿意承担；不是我做的，也休想给我扣帽子。你不仅没有一丝悔意，还在这里污蔑柳家的名声。你口口声声说我陷害柳家，给柳家人下毒，又有何人见过我下毒？又有何人见过我放火烧了柳府？公主，我的确是入赘过柳家，可是柳家人仗着自己富贵，柳家小姐又水性杨花，对我百般羞辱。若非当日幸得公主亲眼，不知道我自己该如何活下去。秦若之这个贱人，竟然真的娶过别的女人，可事已至此，只能帮着他把脏水泼到柳家，这样才能在群臣面前保全我的面子。柳千成，你柳家为富不仁，人品败坏，遭报复，才被人灭门。现如今，你带着父母的尸骨招摇作势，报复陷害。哼，
简直是无药可救。没想到这状元郎这么不堪，真是罪毒妇人心呐！真没想到是这样。驸马以前不知道受了柳家多少搓磨，没找柳家算账已是大错。柳家倒是自己找上门来了，真是无耻！遇上柳家这样的小人，不改名换姓，肯定会被纠缠一辈子。这样的人家死了，也是老天有眼。那幅画确实是我为你画的，那滴血也是我替你滴的。本来是想好好的和你过日子，没想到这些居然都成了你陷害我的工具。陛下，李二蛋杀人放火，乃民女亲眼所见。当时我也怀有他的骨肉。青纱，尤丽儿小姐，让我看看我的孩子。我的孩子怎么了，青纱？我的孩子怎么了？若我柳家当真尝试其人，又怎会答应他和离，让他进京赶考？求陛下明察。柳千成，本来是想给你一点脸面的。臣当年的确不是和离，而是休妻才逃离的。当年柳家招赘婿，其实是因为柳千成早在婚前与别的男子有染，怀了身孕。朕直到新婚之夜才得知此事，臣那时入赘柳家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没想到婚后，柳千成依旧和多名男子有染，朕实在是忍无可忍，才冒死把他给休了。你胡说！李二蛋，你竟能无耻至此！本来可以有休书证明，想来柳家人已经为了面子早就毁了。李二蛋，我父母待你如亲子，你不仅杀了他们，在他们的尸骨面前如此辛苦自黄颠倒黑白，你就不怕他的冤魂来找你索命吗？臣问心无愧。父皇，柳家人人品败坏，被人报复才被灭门的。柳千成女扮男装，扰乱科举，他心怀愤恨，才会去报复驸马。这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事实，请父皇为女儿做主。陛下，臣女所言句句属实，犯案者不可能毫无痕迹。求陛下下旨彻查，还柳家一个公道。父皇，李二蛋，骗婚公主，先押入大牢，容后处置。柳千成扰乱科举，欺君罔上，陷害皇亲，来人，把他押下去，处斩。陛下，民女弃君，愿认罪伏法。李二蛋骗婚公主，求陛下召他一起处斩。陛下难道你也要罔顾律法，包庇自己的女婿吗？皇上，民女愿以死来证明。青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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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姐，保重。青霞。小姐，吃点心了。小姐，小姐，手给我。是你杀死了我这个世上所有的亲人。柳千成，你还有什么证据可呈上？证据？就算我拿出100种证据，他们还是狡辩得过去。到现在你还在大放厥词，
现在还在污蔑我，无药可救。陛下，你问我要证据，我百般证明。可李二蛋，他说我柳家为富不仁，说我浪荡无耻，可曾有过半点证据？这世人皆知我柳家良善，你们不查不审，就断定他所言为真，我满嘴谎话，可曾有天理呀？还是说这大周办的不是案子，是权势，是富贵，是身份，是地位？罪名柳千成，污蔑皇室，女扮男装，扰乱科举，按律理当诛9族，拖出去处斩。爹娘，请赏这公道，我讨不回来了，我尽力了。把他拉下去。是。柳千成，你冷静一点，难道你还要弑君不成？既然这世道不公，若苍天有眼，就让我的血溅在这正大光明的牌匾上。我不是死了吗？柳姑娘，你醒了。世子，难道是他救了我？柳姑娘一定是想问，你为什么没死吗？这牌匾这么高，这血直接溅了上去，难道此案真有冤情？皇家大殿之上居然出现此等异象，难道真的是老天看不过眼吗？陛下，大殿之上出现如此异象，为防止引起民怨，请陛下下旨彻查此案。柳千成都已经死了，还有什么可查的？若因此事影响到了陛下的圣誉，公主，你可承担得起这个责任？陛下，臣愿主审此案，还陛下一个圣命。臣等认为此案当重审。你们够了！此事就依薛卿说的办。民女叩谢世子，救命大恩。柳姑娘，快快请起，何须行如此大礼？民女还有一事不明白，请世子解惑。当时，所有人都认定我水性杨花，挟私报复，世子也未出来为我说话，又为何要救我，还主动要求主审此案？因为我需要姑娘的帮助。我如今这番模样，又能帮世子什么？柳姑娘可曾想过，今日朝堂之上，皇上亲自坐镇，明明你的证据很充足，可以使案件重审，可为什么却以失败告终？不是因为公主吗？公主跋扈，却没有实权，此事关系皇上圣明，不是一个公主就能拦下的。民女不知世子何意。李二蛋当年参加科举，修改身份，得公主亲眼入赘驸马，有胆子威胁县令篡改户籍，甚至谋杀柳家满门，这都是因为他的身后有卞王爷做倚仗。世子既知道一切原委，为何在朝堂上不说？难道世子是怕王爷报复，还是皇上要包庇王爷和公主？柳姑娘是认为
凭我一人，就可以将你从公主、王爷、驸马3位权贵中救出来吗？世子的意思是，暗中要救我的人是皇上。柳姑娘果然聪慧。我乃皇帝暗龙卫首领，奉皇上密旨，暗查卞王爷谋反罪证，以及奉皇上密旨将你救出，暗中调查柳家灭门惨案。皇上说了，在朝堂之上，不允许有如此的蛀虫存在。多年来，驸马借助公主府威名，以买卖官职为由，替卞王爷在朝堂之上四处安插官员。你要想为你的家人伸冤，就必须先扳倒李二蛋背后的卞王爷才行。李二蛋阴险狡诈，他为了自保，一定会有卞王爷谋反的罪证，所以，我需要你替我找出这些证据。如此看来，帮陛下查清谋反，也是帮我自己。可是现在我的身份已经暴露，那证据一定藏得很深，我如何找得出来？莫非世子想让我勾引李二蛋，与他重叙旧情？我知道你们已是死仇，我和皇上需要一个能绝对信任，而且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被卞王爷以及驸马收买的人，而你是我最好的人选。柳姑娘不必怀疑，如果你答应的话，我会立刻放出消息，说你不治身亡，到时候外界放松警惕，以后不会再有人盯着你。柳姑娘可以好好考虑考虑，一旦接受这个令牌，这世上可就再无柳千成。世子不好了，公主府派人将秦香的尸体抢走了，要拉去乱葬岗烧了。秦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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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二蛋，我一定会手刃你，为秦香报仇。徐世子，只要能为我柳家报仇，我柳千成任您去世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你一个承过亲的贱人，还配与我成婚？公主饶命！公主饶命！都怪柳千成，我没想到他会告御状来诬陷我。你和柳千成都是贱人，害得我在大殿上颜面尽失，被父皇禁足罚俸禄。柳千成和那个贱奴就该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。来人，把这废物给我拖下去！是。快点！就我被禁足了，滚！都给我滚！啊！秦若之这个废物，让我如此丢脸。本公主绝不允许这样的污点存在。公主有何吩咐？待事情平息之后，要让她悄无声息的消失。公主竟想杀了我，既然你如此不忍，便别怪我不义。驸马召我前来，所谓何事？你来了。我为王爷做了那么多事，现在公主想杀我，请你禀告王爷，一定要救救我。驸马为王爷做事，王爷当然不会见死不救。不过，王爷还需要驸马替他做最后一件事。何事？
陛下被头疾困扰多年，是时候解脱了。王爷认识一个大夫，驸马只需要将其介绍给公主，再让公主引荐给陛下即可。你们要弑君？你都要被杀了，还要畏畏缩缩等着受死吗？你放心，王爷许诺，待到事成之后，等他登基，你便是这新朝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大司马。一言为定。怎么办呀？父皇现在已经不见我了。别着急，皇上消了气就好了。公主，驸马求见。进来。参见公主。参见公主。公主，陛下被头疾困扰许久，夜不能寐，最近才没有心情见公主。这一位是专门治头疾的李神医，不如把他引荐给陛下，以得圣心。连太医院都无法医治，你真有法子？草民愿拿项上人头担保。刘嬷嬷是我乳母，她患头疾多年，每潮湿入夜都头疼不已。你试试吧。不疼了，真的不疼了，多谢神医救命之恩。算你还有点用。一点用都没有！你们这群庸医！陈皇后，陈无能，还请陛下恕罪。无能还想要主子恕罪？我看你是俸禄拿得太轻松了吧？见过陛下。见过陛下。你不在家好好规劝驸马，来这儿干什么？儿臣是来替父皇分忧的。这位是李神医，专治头疾，父皇不如让李神医试一试。草民定竭尽全力替陛下分忧。太医院都束手无策，一个游医能有什么法子？儿臣愿担保，若李神医无法缓解父皇的头疾，儿臣愿禁足公主府1个月，日日沐浴焚香，抄录佛经，替父皇祈福。你从何处寻得这神医呀？是驸马寻到的。为了寻得神医，驸马可费了不少功夫呢。都是臣应该做的，只要能替陛下分忧，臣什么都愿意。王爷终究是要动手。陛下，臣去宣太医。不必，朕自己的身子自己知晓。陛下，臣马上就要找到卞王爷谋反的证据了。朕情愿你找不到。陛下，朕与他兄弟一场，他却终究是要我死。为了天下安稳，朕一定会坚持住。你放手去做吧。臣遵旨。属下照您的吩咐，我一直盯着李二蛋的行踪，发现他最近一直频繁出入天一阁，与神秘人见面。不过他们颇为谨慎，我未能听到他们具体说了什么。不过我倒是有一计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得好好伺候啊，
等过2天我这事成了，就把你娶回去。驸马说笑了，妾身可不敢跟公主争宠。公主算什么东西？等我这事成了，她都得跪下来求我，让我给休了。驸马所说是何事啊？让妾身也长长见识。这都敢听啊？不怕没命啊？驸马真是风流啊！这么快就把王爷的事情抛诸脑后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近日为了王爷的大事奔波劳累，得了风寒，不好传染驸马。行，不如给暗卫找几个美人暖暖身子，也许就好了。我今日出门是传王爷口谕的。王爷有何吩咐？王爷说李神医的事驸马办得漂亮，王爷甚是满意。王爷想将暗中的兵马暂交驸马调度，到时候您与王爷里应外合，冲进皇城，助王爷夺取皇位。那可是王爷的私兵，从不假手于人啊。王爷能给我？这些年驸马对王爷的真心，王爷都看在眼里。王爷想给驸马一个立大功的机会，届时好给驸马高官，众人才能心服口服，不是吗？还是王爷想得周到，多谢王爷抬爱。王爷有任何吩咐，我定赴汤蹈火。王爷不便出面，想劳烦驸马给城外卞家军将领刘将军写一封密信，让他听您的命令行动。看来王爷是要拿到我的亲笔信做把柄，才放心把兵权交给我。罢了，大丈夫既然做了，就不反悔。好。刘将军亲启，奉王爷口谕，请将军做好准备，等我军令，与王爷里应外合，攻入皇城，擒弱之境上。那就先恭喜驸马高官厚禄，前程似锦。好说。这个是秦若之亲笔写的，带了盖章的调兵信件。接下来我们只需要知道城外的王爷究竟有多少私兵。我知道了，这件事我会查的。对了，今天白天公主过来找过我，她要你的尸体。公主有何贵干？世子，柳千成既然已死，不妨告诉本公主他埋葬的位置，本公主好去给他上炷香啊。公主，你这阵仗怕不是上香，而是鞭尸吧？欺人太甚，他怎如此恶毒？我早有准备，我给他说了，你的尸体已经被我焚烧了，我给了他一具死刑犯的骨灰。只是以公主的性子，她如果知道你没死，她一定不会放过你。属下还有事在身，先走一步。不好，他要去公主府。血符，臣在，拿着这信去探探王爷有多少私兵。又去哪里厮混了呀？一身酒味，怎么还有脂粉味？秦若之，你是不是皮又痒了？竟然还敢去烟花柳巷之地！你明知道，你敢忤逆我，是不是忘了如今的荣华富贵到底是谁给你的？没了我，你不过是一条可怜的狗！
要钱若之，没了我，你还是最低贱的贱民。够了，我早就受够了。过不了几日，就是我的掌权之日，到时便是你跪下求我之时。掌权？你？哼，不过是买官卖官罢了。怎么？难不成你还想和皇叔造反？我要去告诉父皇。陛下若是得知自己的女儿和自己的弟弟一起卖官，你觉得陛下还会信你吗？你需要胡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谋反。你把名单给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把你和王爷都写在一起。在所有人眼里，公主和王爷就是一起谋反之人。你觉得陛下还会信你吗？若是能拿到李二蛋说了这份卖官名单，便可彻底扳倒公主。书房。名单既然是公主吩咐的，那定会放在书房，方便公主随时查看。啊，这怎么多了一幅画？啊，这怎么多了一幅画？毁了名单，他就没有证据。父皇说不定会开恩。吩咐侍卫看好驸马了吗？已经吩咐好了。走，去书房。是。确实是李二蛋的字迹，就是他了。糟糕，有人来了！世子，你怎么？嘘。谁？公主不好了！公主不好了！驸马他打伤侍卫跑了！什么？不是让你看住驸马的吗？恕罪无能！一群废物！走啊，快去找驸马！快！我们先离开这里再说吧。嗯。廖千成，你可知罪？就知道你匆忙离开，就是为了来这儿，你不要命了？我觉得世子说的对，以公主的性子，她定不会放过我，甚至还可能会连累世子。我想早日找出证据，将他们治罪。世子，这是公主与卞王爷共同买官卖官的关于名单，以及李二蛋和王爷私下的信件往来。世子，已查明城外驻军私兵5万，虽混在正规军中，但都在腰间绑着红丝带辨认。什么？城内只有2万禁卫军，我得进攻一趟。王爷救我一下，王爷，快点，让！
王爷，吵什么吵？你想害死王爷吗？进来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了不要引人耳目吗？不好了，公主知道了我们谋反的计划。她怎么会知道？我喝多了，她又想打我，我一时就……不过王爷放心，公主已经被我唬住了。如果公主还是向陛下告发的话，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。不如……公主突然暴毙，势必会节外生枝，引人耳目。前些日卞家军5万精兵已在城郊驻扎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是时候都会属于我的权位了。王爷英明。怎么回事？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儿吧？陛下怎么还没来上朝啊？诸位大人请回吧。陛下昨夜突然病情恶化，太医们正在诊治呢。这几日怕是上不了早朝了。敢问公公，陛下身体究竟如何呀？还望圣上保养安康啊！这陛下病情，恭喜王爷！哎呀，贺喜王爷！真是天助我也！7年了，我终于又要穿上这身盔甲了。7年前，我穿上这身盔甲是为你开疆拓土，可如今，我穿上这身盔甲是找你讨回属于我的皇位。我这就去城郊与将军会合，只待王爷一声令下，便带兵入城。等等！你一介文人，刀枪不长眼，你若是受伤，可如何是好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交给你，你找个理由带着公主进宫，陪伴太后，你我里应外合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果然，他还是不放心我带兵，让我写信不过是为了把我拉下水，拿到我与他一同谋反的把柄罢了。怎么，驸马有何难处？全听王爷吩咐，如今后悔也晚了，只能听他的。但愿他能兑现承诺，许我大司马的位置。那便去准备吧。是。为什么要突然来宫里找祖母呀？陛下这不是病重吗？我们在宫里待着比较方便照应。况且太后前几日说她想见见你。你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公主，咱们快些吧，别让太后她老人家久等了。这宫里戒备森严，谅太也没这个胆子。太后娘娘，我来了。乖孙女儿，你来了。孙女想你了。我也想你了。报！说，启禀陛下，卞王爷带着5万叛军杀入宫门。废物，通通都是废物！报！陛下，叛军已经戳破太和殿，正朝寝宫而来。你们！陛下，陛下保重龙体。陛下，陛下。
王爷，皇上已经入睡，无诏不得入内。王兄，王兄，身体可还安稳呐？臣弟来探望你了。朕还没死呢，你是来看朕死的吗？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若是现在弃械投降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；若是继续冥顽不化，便是谋反。怎么会如此？不是说你病危了吗？在京城内只有2万禁卫军，这怎么可能？你以为你能够瞒天过海吗？陛下早就识破了你们的计谋，只是一直在给你回头是岸的机会罢了。陛下，臣深夜不请自来，还请恕罪。罢了，朕知道，若无其事，你不会如此莽撞。说吧，何事？陛下，臣的暗卫从公主府探查得知，发现公主和卞王爷买卖官职的清单，同时还有就是驸马联合朕同父异母的弟弟，意图谋反的书信，对吗？陛下，保重龙体要紧。为何？这是为何？朕的亲女儿，朕的弟弟，个个都想要这皇帝的位置，可他们又何曾知道这皇帝的位置有多难做？陛下，罢了，阿扁的性子过于莽撞残暴，为了家国安定，朕绝不能把这天下交予他。雪琪，臣在。即刻拿着朕的密令和护符，前往最近的嘉峪关，调8万精兵前赴郊外。是。雪琪，陛下，若是留他一命，臣遵旨。阿扁，收手吧，不要再做这顽固的抵抗了。这些将士们的命，难道就不是命吗？朕答应你，只要你束手就擒，朕会念在手足情分上，会饶你一命。手足情分，你若真的顾念手足情分，又怎会传位给你的儿子？不过只是利用我，替你平定边关罢了，而我只是拿回我应得的。阿扁，你只看到了这龙椅95至尊的权利，你何曾见过这皇冠所承受的责任呢？闭嘴！你少跟我讲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。没有我，你能坐稳这江山吗？这江山本来就是我的。冥顽不灵。上！我看谁敢动！
陛下，母后，竟何？陛下，我劝您马上下令退兵，让位给王爷，不然我就杀了太后，让您成为万民唾弃的不孝子。一个以孝道为先的皇帝，若是护不住自己的母亲，又如何让万人敬仰？王兄，你当真以为我只带了5万精兵就硬闯入皇宫吗？退兵！陛下，为什么又是你？苗千丈，我不过是想往上爬，这些天皇贵胄有懂我们吗？我只不过是被你们踩在泥里的蝼蚁而已。我不过想要出人头地，我有什么错？天地不仁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终于来了。母后，母后，你没事吧？幸不辱命。这计划是否太过于冒险了些？所以，你去替我办件事。拿着玉佩，我出城调兵的这段时间，你就拿着它去调遣暗卫与皇宫中的禁卫军种，他们的装备都十分精良，有铁剑、连弩，以防不测。都是儿臣的不是，让母后受惊了。是哀家连累了你呀。成王，拜叩，要杀要剐，随你便。按律收押，择日问斩，带出去。别动，父皇，儿臣真的没有参与谋反。父皇，祖母，你不是最疼静和的吗？你快帮我跟父皇说说，祖母。朕太过于骄纵你了，才让你养成这顽劣不堪的性子，也该让你去民间体验下民间的疾苦。静和公主贬为庶人，收回皇太玉牒，从此与皇家再无干系。父皇，不要！父皇，爹娘，清香，女儿终于替你们报仇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永庆侯世子薛钦平凡有功，着准许继承侯位。草民柳氏假死欺君罔上，但念其救驾有功，功过相抵，不予追究。柳氏一门灭门惨案，经刑部重查，现已确认为李二蛋所为。为还柳家清白，将公示柳家灭门惨案真相，为期1个月，钦此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
世子，哦不，永庆侯，恭喜！刘家终于沉冤昭雪了。以后你就不用隐瞒身份了，你还是穿女装好看。阿成，你可愿？不愿。千城愿永远做世子的安慰，终身不悔。好，依你。